多伦多房地产市场最近已经开始企稳了呢，而有一些房子的漫漫熊市即将到来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又凭什么呢？让 Norman 来给你算一笔账。大家好，我是 Norman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9月 TREB 的数据呢？7月到8月，8月到9月，已经连续2个月价格小幅上涨了。我觉得现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企稳迹象是非常明显的。根据现有的10月份的数据，整个的销售情况也是好于9月的，所以整个多伦多房地产市场真的企稳了，这是事实，大家不要再杠了。正如我之前所预料的，多伦多的整体房地产市场价格已经跌到了一个平台，再往下跌呢也是比较困难的。这其中有一部分房子确实已经真正的跌到了底部，未来会有比较明显的反弹，而裸用房的噩梦可能才刚刚开始。在整体房地产市场可能进一步回暖的情况下，裸用房有进一步下跌的可能性。具体哪一些房子可以称得上是裸用房呢？欢迎看一看我之前的 Vlog 53。今天我准备用成本估算法来给大家算一笔账，看看市场上的房子，它们的售价和成本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。通常来讲，房价下跌的极限是成本，毕竟跌破了成本，开发商就不建房了嘛，减少供给，房价就会回来，最终还是会涨超成本。由于时间关系，这期视频主要跟大家聊聊 house， 下一期视频讲 condo， 敬请期待。要声明一点，为了帮助屏幕前的你更好地理解整个计算，我实际上在很多地方都使用了估算，人为的降低了计算的精度。屏幕前的你如果对我算的数字有任何意义呢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话不多说，下面正式开算。为了简化整个计算过程，我只选了2个大项的成本，就是建筑成本和土地成本。第一项费用，建筑成本，我实际上把修建过程中的设计图纸、政府许可、建筑贷款、建筑成本以及持有期间的土地税都归到了这一项里面。那么重建一套房子，我们究竟需要多少钱呢？下面请出我们的老朋友 Altus Cost Guide。 我们可以查到 Custom Build 是480一尺起，独立屋是165到260一尺，它们的主要区别是一次盖一套还是一次盖一片。面积呢是只算地上的，地下室可以说是白送的。多伦多市内已经没有可以大片建 house 的地皮了，基本上都是需要拆一套建一套的，所以在多伦多市内建的房子都是一套一套建的，我们都可以默认为是 custom built。 不过很多区域他们的图纸也是相互借鉴参考，实际成本并没有480这么贵。比如在我住的 Willowdale 这个区，我认为它的实际建筑成本可能只有380一尺左右。多伦多外呢，则是有很多大片的地皮的，开发商可以一片一片的建房，一次建30、50甚至100套。这些房子的建筑成本我大致估算为240一尺，同样地下室也是白送的。一片一片的建确实能便宜很多，这也很正常，规模效益嘛。你派个车搅拌水泥，搅拌1户的水泥还是50户的水泥，都是这辆车这批人。建的房子多了，干每一个工种均摊到每一户上的成本也会大大的下降，这样问题就简单多了。如果在多伦多或者 Unionville 这样的地皮上建一套4000尺的房子，那么成本大约就是4000乘以380等于152万。在多伦多外面整片盖比如2500尺的房子，成本差不多就是2500乘以240等于60万一套。再来看看具体的地价，地皮的价格也是分为一片一片的买还是一块一块的买2种情况。而且你一块一块的买，基本上就要对应 Custom Build 380一尺的建筑价格；一片一片的买呢，基本上对应的就是240一尺的整片建的价格。在多伦多市内，你想买个破 bungalow 拆掉建一个房子，差不多需要120万到180万的预算。在特别好的区域，这个成本甚至是无上限的。在多伦多外面买地皮，如果也是一块一块买，那么也差不多得120万起。那么一次买一大片地皮到底要多少钱呢？我找到了 MCAP 的地皮价格指南。很遗憾，这个报告在2020年之后就没有继续再做了。我们看2019年末的数据， Richmond 的地皮是23000到25000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指的是一尺的价格，所以一个40尺宽的地皮，我们要用25000乘以40得到这块地皮值100万。旺的价格是17000到19000，我们拿19000乘以40得到这块地皮值76万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得出东桂林这样一片土地1万一尺，40尺值40万。
Kitchener、Waterloo 这样的区域7500一尺，40尺的地皮只值30万。同时，因为这个报告距离今天有2年多的时间，我会在地皮的价格上往上折算20%，来反映今天的价格。我还会根据这个地皮的长度，到底是比平常的尺度更长还是更短，进行一个相应的价格调整。比较长的我会加一个价格，比较短的我会减一个价格。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就简单了。第一步，先判断土地是一片一片的买的，还是一块一块的买的。如果是一块一块的买的，就去查之前的交易记录，旧房子卖了多少钱。如果是一片一片的买的，就用 report 里面的数据来估算到底一个地皮应该值多少钱。第二步，判断房子是大片大片修建的，还是一个一个修建的 custom built。如果是一个一个修建的 custom built， 就按380一尺来估算价格；如果是大片大片修建的，就按240来估算价格。经过我们的计算，如果售价明显比成本高，那么高的这一部分主要就是靠市场错配和想象力来支持的，它是不长久的，在熊市里面这一部分价值会比较容易消失。那么具体带大家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。我这边用的成交数据都是9月份最近成交的，我并没有使用2月份顶点成交的价格来进行计算。第一个案例 Richmond Hill 9月份卖掉的一套房子，卖了263万。首先地皮是一块一块买的，买了多少钱呢？17年3月花了134万，你听听这个时间，就有一种大冤种的感觉。地上面积我查到了是3678尺，具体的翻建成本，由于它不是今天开始翻建，是之前的价格，我估算为350块钱一尺，这样我就得出了总的翻建成本差不多是129万。129万的翻建成本加上134万的地皮成本，得到总价263万。咦，这个数字好像在哪里见过呢？如果我们再算上土地转让税和卖的时候的经纪费，那么这个玩家可以说亏了个底儿掉。买家买在这个价格，可以说已经买在成本价以下了，你买的非常安全，开开心心的住在里面吧。这个房子如果2月卖，我相信可以卖到330万左右。哎，可惜这个卖家没有赶上。第二个案例也是旺9月份刚卖掉的房子，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这是开发商卖的香。地皮呢，也是按开发商大片购买地皮的价格买到的。先来算算地价，这个地皮特别的短，所以我按17000的旺市的地皮价格折算，还要减20%的折扣，这基本上就抵消了从19年到22年的地皮价差。我直接拿17000乘以52.65，估算地皮价格差不多是90万。这套房子的面积是2800尺，按2800尺乘以240的建造价格算，成本差不多是67万。67加90万等于157万，卖了210万多，中间有50多万的价差。大家可以发现，这个时候开始算，成本和售价之间已经有一些水分了。当然，在这个差价中，我们给开发商留一些利润也是应该的。这个售价在我看来是中规中矩，符合实际情况的，也没有卖的特别贵。第三套房子，滑铁卢9月份刚卖掉的，卖了170万。地皮是开发商整块拿下来的，我按7500乘以49来折算，地价是37万。也由于这个地皮比较短，是需要有一个折扣的，同时19年到现在地皮涨价了，还是要往上加一点。我最终决定折算这块地皮值40万。房子的室内面积是3200尺，它是一整片一整片建的，建筑成本在这个区域我只能给它算190，毕竟它的前脸也不全是石头，内部的构造也不是特别的豪华。3200乘以190的建筑成本等于60.8万。那么40万和60.8万加在一起，总成本是100万，卖了170万，这中间70万的价差就是开发商的利润和想象力支撑的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差价已经非常巨大了。买这套房子的买家可以算是买到了一个裸泳房。我们即使拿9月份而不是2月份顶点的价格算，这个房子买的依然是不太划算的。House 的成本估算大致就是这样。如果你学会了，快来算算你的邻居到底是买赚了还是买亏了呢？临走前 Norman 希望给大家分享几个重要的结论。第一点，翻建一点也不好玩，也基本没有什么利润。忽悠你买房子做翻建的经纪人，基本上都是希望你留下 GDP， 然后他们赚走经纪费。我也是做过多套豪宅翻建的人，包括自己的自住房。做翻建有一种情况是有意义的，那就是买一块地给自己盖一栋房子，因为你可以盖一栋自己非常满意而且市面上买不到的房子。忽悠你买地做翻建赚钱的经纪人，通常自己是没有做过翻建这个事情的，
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故意压低翻建的成本。比如他们可以给你估算240亿尺就可以做翻建，但是会漏掉一些费用，比如政府的审批费用、水电气的接通费用，甚至室内的橱柜、电器，这些费用都让你担负。大家如果想听翻建中的坑，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给大家讲讲。第二点，大家如果真的要做翻建，千万不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如果你是整条街上第一个做翻建的靓仔，那么恭喜你，这个项目大概率会亏钱。我们上面看到的 Richmond Hill 这套房旁边也没有几个新房子，它的左右邻居都是旧房子。如果你去 Willowdale 这样有 50%到60% 的房子已经完成翻建的区域做翻建，或者更难的更成熟的社区，这个时候你亏钱的概率会小得多。第三点，用成本估算法，价格和成本越靠近的这些房子的核心价值越牢靠，买了呢也不容易跌。如果价格比成本高得多，那么想象力支撑的部分就太大了，这些部分是很容易跌没了的。裸用房就是想象力占总价格比例过高的房子，它们在熊市中是非常危险的。再具体一点来看呢，地皮上的房子终究是慢慢变旧，价值越来越低的，只有它下面的土地实际上是在增值的。所以大家买 house 如果买的地皮没有特别高的升值潜力，那么未来它总的价格往上涨也是很虚的，相对来说更加不安全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讲到小镇房产不靠谱，要买就买土伦土，还是靠 Union Station 越近，地皮的价值越牢靠，增值潜力越大呀。第四点，在一个成熟的社区买隔壁第一个新建的大片的项目往往是比较赚的。类似的，如果我们要做翻建，旁边那个区就是一个大片的地皮，开发商可以整片盖，我们在一墙之隔把旧房子推了重建，这个时候就非常容易亏。因为大家如果想买新房，去买旁边开发商建的更便宜的房子就行了，他们大概率不会来买你翻建的房子。第五点，目前 house 的整体售价还是明显在成本线以上的，只有极少数的豪宅翻建玩家玩亏了，不够本。而且我们看到前几期视频我做的 house 和 condo 的价格比，目前 house 和 condo 的价格比还没有跌破历史平均值 1.77。我相信如果加息喋喋不休，未来 house 还是有进一步下探的可能性的。大家买 house 还是要以自住房为目的，而不是以投资为目的。第六点，点赞关注的朋友们接下来运气会非常好。好，这就是本期视频内容。下一期我们会讲一讲在多伦多重建 condo 的成本，干货满满，不要错过。那么点关注不迷路，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